1年把过去5年的钱挣了。当时有什么心理压力？你觉得？你什么玩意儿？你配这么调侃李白吗？文字创作还有未来吗？告诉你一招，保证你5年挣到1000万。武侠的世界，大侠们是怎么看？他说了5个字：报警就行了。眼见这位嘉宾叫六神磊磊，没错，就是那位在公众号上坐拥几百万粉丝、六神磊磊读金庸的六神磊磊。他总能用武侠世界里的人和事，嬉笑怒骂的和你讨论当今的事情。那么他对内容创作有着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熟知的商业世界，他又能做出什么样的解读？今天就请他聊聊。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是13年底14年初的时候，当时我社里会给大家发一笔钱，你每个月得写一篇读书笔记，给贴在墙上，1个季度坚持写完3篇读书笔记，就能拿到200块钱。200块钱就是你的了。哎，对，200块钱。为什么写金庸呢？当时看了一本小书，是严小星老师写的，叫《金庸10小录》，他就是专门分析金庸小说里各种很小的细节，比如明教4大护教法王紫白金青，对，为什么是紫白金青，不是别的颜色？我就特别羡慕这本书，我就希望自己这小专栏，能够像这个书一样。大概到第2、3个月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个事儿了。是我到成都去开会，半路上听见前面有2个人一边走一边拿着手机在读什么东西，然后一边读一边笑。我一听，那是我自己写的东西，那篇文章叫《打老虎》。就不认识的人在读你的文章，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是的。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把它当这个全职的事来做的？我16年的时候离开了原单位，16年就开始正式的运营了。你是一个人吗？还是有团队了？我这儿一直谈不上团队，只能叫团伙。我跟我妹妹，我妹妹就负责的商务对接各种事情。对。那后来事儿多了，必须要人，然后当时就变成4、5个人了。现在4、5个人。现在4、5个人。这雇人你是怎么安排的？谁回我微信谁干活。全职运行六神磊磊公众号之后，当时有什么心理压力吗？觉得呀这事儿能挣钱吗？当时是这么想，就1年把过去5年的钱挣了，等于就给自己多出来4年时间。那哪怕这个号马上就没了，只要有时间在手上，什么都不怕。当时有个潮流，离开体制，后来还导致一种现象，就是单位上班的人呢，我不离开好像我都不太好意思。对，16年的时候，确实是很多人都在想，我应该走出来，那就是创业的大潮嘛。对，然后大家都在疯狂的创业。对，这是当时的心态啊。对，然后当时你觉得你出来做了这个全职之后，你觉得你相当于创了一个什么派？我这谈不上门派，没有门派，门派这玩意儿又没有门规，都没有地方，就不叫门派。你是在哪儿开始这个全职的？在我家，我写稿子就是家里那个，要不书桌，要不餐桌写的。刚开始写唐诗就是在餐桌上写的，吃完饭桌子擦一擦，电脑放桌上，在餐桌上写的。我想这是能激起很多内容创业者的共鸣啊。很多内容创业者他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大概率就是家里。那个时候你一天大概多少的文字量要写？2、3千字吧。2、3千字。2、3千字。每天2、3千字。2、3千字。那其实已经是一个日更的文字量了。到今天为止，你的公众号从那个时候从0，现在有多少用户了？还是个小号，有几百万吧。微博有个100多万，阅读量都是我看几乎偏都是10万加。阅读量还可以，好的呢会有上百万。多的在20、30万是平均数，平均是20、30万。能教大家是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文字的？当过记者，这是件挺好的事儿，会培养你一种能力，就是把话说明白。因为你写的东西，首先你得让编辑看明白，然后还得让读者看明白。想写东西让人看不明白是容易的，哎，你想说的让人简单，让人能看明白，这是难的。就一个事儿只有自己想的特别明白，才能说的让人明白。对，这个我特别同意。就是写一篇好的文章，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法叫白浅透，就是对这个方面了解不多的人，他读完你的文章之后，他会觉得这么点简单的事儿写了这么一大篇，这什么好写对吧？就是前者觉得极浅，对。但是呢，对这个行业特别了解的人，非常深刻的人，他读完文章之后一身冷汗，觉得天哪，原来我干了20年的这个行业，是这个样子的。我以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过这个问题，原来这才是本质。一身冷汗叫深者觉得极深。但是你的文字不仅是逻辑的力量，你的文字还有很强的情绪属性。就是你表达的时候呢，选择自己真的特别渴望表达的事，特别想去呐喊的事，选择那个你不吐不快，你晚上做梦都会想，你灵魂里都会想的事，不要去写自己羡慕的事。比如我现在其实经常会接到很多武侠小说的投稿，他们好多都是酒足饭饱之后写一个剑客白衣飘飘。我觉得那是他们羡慕的事儿，他们觉得武侠就是白衣飘飘，那不是他们灵魂里要表达的事儿。那我觉得这个很难成功。好多批评网络小说说幼稚、粗糙、退婚梗，
逆袭梗还继承万亿资产梗。为什么它有受众的市场呢？我觉得，因为他写的就是年轻人的心声。我有雄心壮志，但是不能证明自己；我明明有才华，但是可能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作者写的就是他灵魂里最想喊出来的声音，所以有共鸣。他再粗糙，他再劣质，再重复，灵魂里的声音，所以有生命力。但你们写的那些武侠，剑眉星目，白衣飘飘，去写的景物，写的山水，写的塞外，写的江南，都是假的，所以没有生命力。说的太好了，他的那种生命力啊，它真的是不一样的。是的，我们有个小伙伴，他也写了一些稿子，但最后效果不太好。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我觉得你这么写挺好的，我也想写成一样的东西。那我说因为我原来是记者。我说你原来是做人力管理的，那为什么我在你的稿子里看不到一点人力资源管理的痕迹呢？从你自己擅长的东西来写多好呀，那肯定是别人无法替代的。那比如说，我也很喜欢戴建业老师讲唐诗，戴老师可以说李白这个狗东西，因为他满头白发，对，他是一位长者。如果我去讲李白这个狗东西，大家就会厌恶逆反，你什么玩意儿？你配这么调侃李白吗？是吧？说的太好了。一个公众号，你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你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广告，广告是最主要收入，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我想这对很多内容创业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甲方的要求和你的坚持之间会不会有矛盾？我觉得还好，而且其实跟大家讲很多商业合作帮助自己有了很多灵感。我自己第一个比较大的广告，那是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叫《天涯明月刀》。我后来想这个怎么写呢？天涯明月刀。后来我就写了一个就说金庸和古龙的不同。我说金庸的小说是人间，古龙写的是天涯。金庸的小说就像太阳一样温暖明亮炽烈，古龙小说就像月亮一样孤独冷清寂寞金庸小说人用的都是剑，古龙的人物用的往往都是刀小李飞刀是吧？傅红雪的刀，对吧？萧十一郎的刀等等，刀就粗犷野性。所以后来我说金庸是人间太阳剑，古龙是天涯明月刀。那没有这个游戏来找，我怎么着也不会。你这个词儿全放进去了我不会挖空心思去想这玩意儿。刀，其实大家知道吗？商业恰恰促成了很多文化艺术的涌流。但是在刚才你说的商单里面，我们看有不少的一些内容创业者，其实很难受，他们不一定像你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他们不一定能接到特别好的商单，他不一定遇到就是如此通情达理的一些甲方。我讲个故事我去录一个节目，刚到那儿，人家工作人员叮嘱我说，请你一定照着词说。但然后对方的那个老板来了，一屁股坐下来之后，一开口他就把我这边的词儿都说了，我又得照着词说，我就往回拧录的效果当然很糟糕呀，但我觉得那不怪我呀。后来录完之后呢，我在门口坐着休息，然后对方走出来了，对方说了，以后网上这种乱七八糟的人不要给我搞过来。当时我还是不好受的呀，我心想你也是网上乱七八糟的人你原来电视台出来的，我原来新华社出来了呀，有些东西得承受，没什么，你自己别当回事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做一个事情呢，坚持你特别热爱的这个部分是容易的，难在你愿不愿意为了它去坚持一些你不那么喜欢的部分。那比如说面对抄袭，这个我很不喜欢，但是有的事儿你得做。刚写没多久就写了一篇文章，网上转的还挺多的，别人就把这个拿去改了，全署上他们的名字。当时我还比较老实，找着一个只要我能联系上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好，这是我写的署名变成了你的能不能请你加上我的名字或者要不然你就删了。我记得还有个重庆的哥们儿，还给我回了3句话：第一，你还新华社的，怎么这么小气？第二，我和你们刘主任很熟，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刘主任第三，都在重庆，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至于吗？你看，那当时是有点想放弃的，觉得就没什么意思，咱别写了吧。然后为什么后来又接着干了呢？还是因为忍不住想表达，还是会有人鼓励你嘛，说你写的挺好的呀，继续吧就坚持下来了。喜欢就想表达，喜欢就想去做，但是想和克制之间，那个克制的部分其实也很重要。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爱干一件事，上网搜自己我也是是吧？我也是远流老师也干这个事儿，我也干这事儿。看见大家谈论你特别高兴，看六神和张家伟谁更牛，我就在那个说六神更牛的那儿我点个赞，结果把自己给暴露了，就他看得出来这是我，然后底下说嘿，这个哥们儿还给夸自己的点赞呢那后来不太干这个事儿了，因为发现搜自己老搜出不好的来，搜了不开心，现在就不太搜自己了。很多内容创业者走到你这样规模的时候，可能一定要经历的心理的那一关，
这一关就是我如何面对那些不同的看法。回不回应？我觉得第一要考虑的还不是说我回不回应，采不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你要想明白这个事儿我该不该知道。比如我一篇文章，这文章说的柯镇恶啊，这文章里说的是柯镇恶的缺点，然后就会有人说他看不起劳动人民，怎么就联系到劳动人民？因为柯镇恶好像江湖里是底层，就武功不高的，那我还有10篇8篇说柯镇恶的优点的，他也不在乎。他就是要抓住你这个说你看不起底层人，这种事你知道了都是对他的鼓励。还是有句话哈，这个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写字的人往往容易犯一个错误，迷信文字的力量。什么事儿是不能说明白的呢？不能过度夸大文字的力量，不能过度夸大逻辑的力量。逻辑呢，只有在懂逻辑的人呢，他才有力量，才有用。对我们来说呢，质疑批评肯定会有。你像郭靖，挺好一个人。杨过还想杀了他。令狐冲特别好一个人，林平之说令狐冲大奸大恶。昨天我在跟一个朋友，他是聊这个人际关系的啊，他说了5个字，叫我不觉得呀。别人说，哎，你今天胖了，你不好看了，我不觉得呀。你自己都觉得不重要，那他可能是不重要。对，我记得是在长沙岳麓书院有句话，大意是说叫对错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原则这件事儿不用听别人的，对，你自己做判断。对，就是别人怎么去说你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对，你只能听之于人。如果现在的朋友们对这个有困惑，别人可以问问你的目的是什么。这几年被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你转视频了没有？我说没转，你会死掉的。现在这个行业视频时代来了，对，这行业是这样的啊，潮流是如此的哈。还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你要去金庸化，或者说最近苏东坡特别火，赶快苏起来啊！做自己真的很难。就你怎么看今天的文字创作还有未来吗？文字呢，以后呢，慢慢的它至少会是一个底层能力。你就好像这个影视，它要故事，这讲故事就是个底层能力。你们文字能力特别强啊，我觉得肯定永远是一个优势。你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啊叫进化者，那我们就围绕着进化这个话题，借6神之口来问问金庸先生，或者问问那个武侠的世界。就是在今天的环境之下，是应该积蓄力量呢，还是应该更加激进，投入更大，招更多人，然后一下子逆袭呢？这个问题我被经常问到。武侠的世界，这些大侠们是怎么看？我来讲个故事哈。这金庸小说里呢，大家都想要一个屠龙刀。屠龙刀在谁手上呢？在谢逊手上。少林寺抓住了谢逊。你说这个东西，大家都想要。就少林寺手上抢人，谁敢呢？有人敢啊！昆仑派掌门何太冲、班树贤，2个人几把剑，带着兄弟夜闯少林，不幸战死。这屠龙刀是最大的利益，但是你不一定要通过抢到屠龙刀来获得利益啊。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哈，你们2个人已经查到了谢逊被关押的地点，这个信息本身就很值钱，交易给张无忌啊，你昆仑派也能获得利益啊。有时候不用盯着最大的果子，小点的果子呢也很好，像甜美啊。所以我是主张哈，在这个时候保守。还有个问题问的我特别多，我想通过您问问武侠世界，咱们普通人怎么能5年挣到1000万？肯定没有这个答案。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一招，保证你5年挣到1000万，就报警就行了。但是普通人呢，可以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个人叫寿南山，他呢就被张无忌、赵敏这2个小情侣给擒获了。结果张无忌、赵敏发现他一个能力，心思细腻周到，办事稳妥，还能做饭。这张无忌、赵敏你不舍得让他死，这2人侍奉的特别周到，这叫做他们一开始是敌对阵营，要不然呢后来张无忌弄他去当秘书都有可能啊，你明教办公室让他当副主任，我觉得都有可能啊。这哥们儿一直保养到永乐年间方死，应了他的名字寿南山。你说这人有啥能力？没能力，但是他有所长，后来不挺好？太棒了啊！再比如说，我也是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想做好产品啊，我也想开拓市场，所以管理这件事儿，他说我应该是认真去学习呢，还是应该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干呢？我们同样讲2个故事，一个张无忌。你说张无忌当明教教主，他是没有管理的能力，没有管理的经验的。对，明教那么大，对，数万之众，张无忌呢倚重了2个人，一个杨逍，一个叫彭莹玉。他发现这2个人有脑子，有智慧，也有资历，管得挺好，这挺成功的。我觉得张无忌聪明。我举个失败的例子，乔峰管理丐帮，没有人帮他管理，我觉得中间少了一个缓冲层。
最后大家矛盾激化，阴谋算计，马夫人把他给收拾了。我觉得如果乔峰身边有个管理的人会好一点，他可以专心去关注一些更高远的事儿，特别好。以前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是读金庸小说就可以管理公司。这是突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学生、小学生这一代年轻人不读武侠小说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这很难免的。当时大家把它当爽文看，但是现在爽文这个功能啊被替代了，现在比它更爽。对，然后张无忌被委屈，过了好久才打回来，但是现在爽文叫有仇不过夜。网络小说主角们一拳打爆地球，一脚踢掉恒星，那个爽，现在这个爽。所以呢，金庸这个爽文的功能被替代了。您见过金庸本人吗？没有，有一次在复旦大学，当时金庸先生的儿子在，有同学就问查传悌先生说：“老先生知道磊磊这个人吗？”小查先生就回答说：“我看也许大概估计是不知道。”那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如果用一句诗来送给今天所有的观众的话，你会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诗？唐朝有个诗人叫高适，他有2句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呢，我是觉得有个特点，很多过去咱们觉得不是能力的东西，现在也是能力。你说过去我小时候读金庸算能力吗？老师肯定会来说王小磊一天到晚读金庸，不干点正事儿。那现在读金庸也是个能力啊。所以跟大家讲哈，有句话叫找到自己的火山，每个人都能喷发出你的容颜，你一定会发现你自己擅长的事。天降私人，我觉得你必有所长，必有所长。